我叫李相柳，是茅山当代单传，也是下一代茅山掌门。因为师傅抠门死了，我兼职成为了一名户外主播，专门给人直播算命。最近，同是一个叫田鼠的户外主播火了，起因是他家被人偷了，丢了4斤花生。面对镜头，他很认真地说：“我的家被人偷了，整整4斤花生，1452克，全部被人偷走了，我要去找我的花生。”而随后，他真的就开始了他的全网找花生生涯，全网都看乐了。哟，这个噱头不错，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找人 PK， 问有没有偷你的花生呀？年轻人，看得出你很想吃互联网这碗饭，不过我劝你不要年轻。前排围观，属我呀，今天的花生被人偷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说干就干，田鼠开始找人 PK。第一个人，李相柳。噗！我吃着花生，一口就喷了出来。我直播间的粉丝笑疯了，哈哈哈，不会就是我家主播偷了他的花生吧？不好好直播，摸鱼吃瓜，吃到自己身上了吧？笑死我了，属我呀，今天偷花生被人追来了。我瞪大眼睛，别胡说，谁偷他花生了？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？把桌上那包花生塞给我家旺财，顺手一推，让他去阳台吃。我伸手通过了田鼠的连线申请。你好。田鼠的微笑脸出现在直播间，请问是你偷了我的花生吗？我不吃碳水。聊天结束，直播间一大票吃瓜群众打出了问号，不是，这就结束了？我耸耸肩，不然呢？我总不能因为他问我话，我就宰了他吧？田鼠表情没变，依旧在那儿笑，你确定没偷我的花生吗？这下网友不乐意了，喂，能不能有点礼貌？追着人家小姐姐问有没有偷你东西，这样好吗？就是还以为多有趣，原来就是机器人问话，一点直播效果都没有。这么好的流量你都抓不住，活该你穷的全网找花生。直播间口诛笔伐，毫不吝啬互联网暴力。田鼠反问，你怎么就确定不是他偷的呢？笑死，看谁理你。你以为你的花生什么做的？田鼠一字一句道，人骨、人皮、美人脑，找不回我的花生，我就去重新做了。他抬脚就向楼上走去，我好奇看了下他的定位，我家楼下。咚咚咚，请问是你偷了我的花生吗？我惊了，压根没想到这人竟然上门来找我。直播间更是沸腾。卧槽，这个田鼠在主播门口，他找上门来了，故意的吧？他知道主播的地址，故意和主播连线，不过上门是不是太不礼貌了？什么礼不礼貌？这是剧本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他俩如果不认识，我倒立吃屎。我眼前一亮，秒截图。这位叫林海八哥的朋友有空没？过来参加一下线下，2缺1。林海八哥，来，位置发我，看我怎么拆穿你。我赶紧把地址发了过去，随后走到门前，缓缓打开了门。门外正是田鼠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的直播已经关了。此刻他整个人站在楼道阴影里，面容晦暗，看不清表情，手背在身后，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。有问题，这人绝对有问题，主播报警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笑了，拿起手电筒就照了过去。高瓦斯灯光下，阴影里的场景秋毫毕现。田鼠忍不住抬起了胳膊遮光，眼睛也眯了起来。而这时所有人才看清，他手上并没有带什么危险物品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楼里爬上了个大黑耗子呢。田鼠似乎畏光，手一直挡在脸上，声音此刻隐隐带着愠怒：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弹幕已经骂了起来，他以为他谁呀？这么自来熟，半夜敲人家女生门，还想进人家家里。主播报警吧，这人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我撸了把袖子，这怎么可以？打那么多年野了，送上门的还是第一个，今天不把他招待好，我茅山的牌子不砸了吗？手一撑，我把门敞到了最大。直播间大喊我疯了。田鼠阴恻恻笑了，这可是你邀请我的。我笑得更大声，叔你大胆往前走，我家养猫又养狗啊。2步迎了上去，我拽住他胳膊就往里拉。主打一个我看不懂他，他也别想看懂我。快进来，我家光族，进去我给你做个毛氏日光 SPA， 保准你下辈子都忘不了。田鼠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我直播间笑疯了，哈哈哈，这个田鼠8成想吓唬主播，可他不知道我家主播可是茅山传人啊，是吗？哈哈哈，那这个下头鼠这下惨了，给我看乐了，这主播有意思，关注点赞了。香柳姐姐，教育他，让他长记性。我硬拉着田鼠就进了门，刚想关门，楼下又传来脚步声，等会儿，你不是让我来吗？4个人，2男1女1小孩，跑上楼梯，喘着气，中间一个3、7分，兴奋的不行。李相柳，没想到我会赶过来吧？我今天就看看你耍的什么鬼把戏。竟是刚才直播间的林海八哥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没礼貌，大晚上乱喊乱叫，快进来！我一手拽一个就往房里扔，见有个短发的女生犹豫了，我一脚就踢了进去。进门，我啪叽关门上锁。2个女生觉得有些不对，你关门做什么？我转头，一抹诡异的笑容从我嘴角浮现。
我沙哑着嗓子，好久没来这么多客人了，你说我们玩点什么好呢？灯光突然开始闪烁，四人被吓了一跳，后退，却发现田鼠挡在他们身后。田鼠从地上捡起了一颗花生，脸上再次露出了那瘆人的，像戴着面具般的假笑。看样子，你们中有一人偷走了我的花生，是吗？我邪笑道，那我们就必须玩一把法官游戏了。长桌上，我坐在了主位，旺财咬着一根桃木，蹲坐在我的旁边。小白是我养的女鬼，负责给所有人端茶倒水。我对面是正坐着的田鼠，两边则是混进来的3、7分几人。敲了下桃木，我严肃道：“田鼠先生，请说出你的诉求。”田鼠笑容满面，站起来对所有人鞠了一躬。事情发生在这月初3，也就是10天前。那天我出门回来，发现家里墙倒屋塌，所有东西被洗劫一空。我藏在家里的4斤花生也被人偷个一干二净，那是我一家人过冬的粮食，所以我恳请法官大人为我找出小偷，找回我的花生。我点头，时间有了，地点呢？田鼠：陆家村陆二才家北山的麦田。这么说你住在地里？是的，大人。直播间看不懂了。喂，这搞的什么荒诞喜剧啊？名字叫田鼠，索性就说自己住在地里玩呢，就是明摆着就是剧本，果然是串通好的。可是我觉得好有趣啊，他们好有意思，哈哈哈，我也觉得。突然好想看下去，好搞笑他们。场上几人也不淡定了。3、7分从刚开始的惊吓中恢复了过来，站起来吐槽道，还说不是剧本，哪有人生活在地里？你是不是想说自己是一只田鼠，而我们是陆二才挖了你的洞啊？哎，我拍了下手。你这建议不错，现在你们的身份就是陆二才的家人了。所有人一愣，3、7分气急，还想说什么，却是被旁边另一个男的拦住。这人看着要比3、7分稳重许多，本来就是过来看看是不是剧本，现在都成剧本杀了，那就一起玩玩吧。3、7分甩开稳重男拉他的手，不满道：玩就玩，老子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来。两个大小女生也点头同意。我继续道：田鼠先生，那现在你怀疑是谁偷走了你的花生，毁了你的家呢？田鼠摸了摸下巴，略微思考后笑道：我怀疑是陆二才的儿子陆峰，他是个活泼的小鬼，会做出一些害人害己的事来。另外，他的妹妹陆静，他妹妹的同学徐曼都有可能是他的帮凶。我略微思索，指着3、7分道：现在他就是陆峰。指着稳重男，这是爸爸陆二才。年龄最小的文静女，这是妹妹陆静。最后一个短发妹，这是妹妹同学徐曼。4人惊讶。3、7分指着稳重男不满道：我怎么是他儿子？嘘，别说话。我嘴角咧起，现在开始介绍游戏规则。1、永远不要质疑本法官的权威。2、尽全力找出偷花生的小偷，洗脱自己的嫌疑。3、遵守第1条，完成第2条。4、小偷死。4人齐齐一颤，我和田鼠拄着腮帮子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卧槽，这剧本看着有意思，主播和田鼠是一伙的吗？不，我怀疑他就是单纯爱抽风。那你们觉得谁会死？我觉得3、7分要输，他看着不聪明的样子。同意。3、7分也看见了弹幕，哼了声，表示很不服气。我敲了一下桌子，再次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。规则已经告诉你们了，那么法官游戏正式开始。先由田鼠先生介绍一下案发现场的详细情况。田鼠点头，他很享受这个游戏，像是聊家常一样说了起来。这个故事还得从出事前那个晚上说起。那天晚上，我出门去隔壁地里挖了点土豆。离开时，我碰巧遇到了住在土豆地里的朱家小妹，她是个性格很好的姑娘，毛发黑亮，口齿锋利。于是那天我就在她家小住了一晚。当然，说句不害臊的话，田鼠羞涩笑道：那晚是朱家小妹主动挽留，我们共度了一夜，来年想必就会有孩子。我好奇道：一窝几个？重点。3、7分不满，敲了敲桌子。田鼠笑道：重点就在第2天白天。那天白天我正在睡觉，睡梦中突然听到了朱家小妹急促的示警声，说有个庞然大物从我们头顶跨了过去，方向正是我家。3、7分抓住重点，问道：那你看清楚是谁了吗？田鼠摇头，我没有看到真人，但她声音欢快，想必是个女孩。所有人下意识看向文静女和短发妹。短发妹没好气地哼了声，怎么想让我辩解？我哪知道徐曼有没有去过你说的那片地？文静女点头，对呀，就算要玩剧本杀，也得给我们剧本吧。这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让我们瞎说吗？两人不满，短发妹站起就要离席，而眼看玩不下去了，场上传来了我激动的鼓掌声。这真是本世纪最完美的狡辩。短发妹皱眉，所有人都一脸疑惑。我激动道：果然，无知才是无辜者最大的底牌。恭喜你俩得到了本法官的初步信任，获得一次场外求助机会。啊！4人齐齐愣住，直播间弹幕都错乱了。这是什么展开？刚才说的游戏规则有这一条吗？第1条，尊重法官的权威。我想起了开天辟地之展博的裂变，哈哈哈哈！我高兴道：对，这就是法官游戏的隐藏规则。没想到你们第一次玩就发现了，真是厉害。
小白，现在就带他们去找当事人求助，时间30分钟。小白懵懂点头，抬手，一道阴风袭过，短发妹两人眼睛一闭就昏倒在了桌上。3-7分两人震惊了，稳重男摇晃了下两人，然而两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又试探了一下鼻息，看了看两人瞳孔，随后脸色一变，看向我。3-7分紧张地提起了板凳，色厉内荏道：“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”我摊开手，请阅读上文。田鼠依然坐在原地，笑道：“陆丰先生不必紧张，他们只是被带走了灵魂。此刻他们已经被法官大人的朋友带入了陆丰和徐曼的梦里，等场外求助结束，很快他们就回来了。”灵魂，3-7分呆住了。我直播间人气在此刻疯狂飙升。什么灵魂啊？又突然闹鬼了是不是？别吓我呀！医生说我胆结石，我真的不害怕的，求求你们别试，求个1.8米的男友和我打视频。我摆了摆手，安心了，又没查出他们是小偷，他们不会出事的。两人一听，表情却前所未有的开始恐惧。只有他俩知道，自己的同伴根本和我没有一点关系，所以眼前现在发生的一切根本就不是剧本，而是真真实实发生的诡异。两人忍不住后退，惊恐的表情让直播间一顿好夸。3-7分，你说要是发现谁是小偷会死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缓缓勾起唇角，像极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变态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们要代替那些不能到场的人洗脱他们的嫌疑，如果做不到，那我这位执拗的客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两人惊恐看向了田鼠，田鼠举杯，脸上的笑容在这个游戏开始后越来越盛。半小时后，伴随两声如同溺水般的呼吸，短发妹和文静女回来了。3-7分赶紧问道：“你们遇到了什么？是不是他给你们下迷药了？”他还保存有幻想。然而文静女吓得一下哭了出来：“有鬼，有鬼！我真的看到路径了。我也是，我进了徐曼的梦里，我旁边有个白衣服的小姑娘，她是鬼。”恐惧的气氛彻底笼罩在了长桌上。我再次敲了下桌子：“肃静各位，现在这里可是法庭，坐回你们的位置，并且拿起你们的身份，我们的游戏要继续了。”哭声就此压抑在嗓子里。3-7分四人强忍着惧怕，坐回了原位。我直播间人气也在他们丝毫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下又翻了一番。我继续之前的话题：“路径，对于田鼠先生怀疑，就是你那天从朱家兄弟田头路过，去了他家，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”听到路径，文静女立刻抬头，慌乱道：“不是我，那天我是去北山采野梨，就算路过那里，也绝对不是我挖了田鼠先生的家。”谁可以作证？文静女忙指向短发妹，生怕自己被怀疑成凶手。短发妹要镇定得多，她拿起自己徐曼的身份讲了起来：“我的身份是路径的同学徐曼，那天我确实是和他约了去山上采梨，中间也确实路过了那片地，也就是田鼠先生的家。不过我们只是路过，并没有停留，更没有挖他的家，这点我可以保证。”两人说完，齐齐看向田鼠，生怕被怀疑。田鼠先生手指敲着桌子，半晌笑道：“如此，我也不能确定你们是小偷了。”两人同时松了一口气。直播间疑惑了，这样查也太慢了吧？别人说谎怎么办？难道要凭借微观表情判断别人有没有说谎吗？如果说表情，那刚才路径就已经死了，他那表情就跟犯错被捉了一样。他可能是紧张呀，反正我更相信是3-7分干的，就是陆丰。我继续道：“路径和徐曼，你认为不是凶手，你最开始怀疑的是陆丰，所以你更相信是陆丰动的手吗？”田鼠点头，小偷的作案工具是一把铁锹，那把铁锹挖土的痕迹中间有一块我很熟悉的凹陷，那是我曾经被那把铁锹缠中尾巴，我回头一嘴咬出来的，就属于陆二才假。3-7分急了：“不是，那块铁锹就算是我家的不假，那就肯定是我用的吗？他呢？”他指向了稳重男。稳重男喝了口水，对旁边倒水的小白还说了声谢谢。小白小脸瞬间羞红，转头逃也似的飘回了厨房。我母亲曾教给我一种见鬼的方法，刚才我试了下，不得不说，李掌门，你带我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不以为意，趴在长桌上找了个舒服的位置，让他继续说，丝毫不管直播间已经堆成山的问号。在旁人眼里，刚才那个水壶是直接飘过来给稳重男加了水，而稳重男像是能看见那边有人一样，说了声谢谢。稳重男回答了3-7分的问题：为什么不怀疑我？很简单，因为我是一家之主。如果没有农活，作为一家之主的我不会随便带着一把铁锹去地里，更不会再回来时把铁锹丢在那儿。唯一会犯这种错误的只有陆丰，那个调皮的男孩。他为了挖田鼠洞带去了铁锹，而在心满意足挖到他想要的东西后，他高兴离去，就此将铁锹遗忘在了田鼠洞旁。田鼠先生，我相信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？田鼠拱手：陆老爷子的智慧是我所敬佩的，法官大人选择你作为陆老爷子的代言人，真是理智的选择。诚然，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，陆丰先生还有想要解释的吗？3-7分立刻慌了，屁股都离开了椅子。老严，怎么办？你他妈坑我呀！你让我现在怎么解释？稳重男听到3-7分指责，他微颔首道：抱歉，生死时刻我也只能顾全我自己。
三七分更慌了，他想逃走，眼睛贼贼向门口瞟了过去。直播间乐了，哈哈哈，我就说他是小偷吧。这还没5分钟他就玩不下去了，果然死的就是他。看他的表情还真像回事，还是个戏精呢。是哎，我还真不想看到他下线了，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剧本，这个好好玩。田鼠先生也演得好好，越看越觉得他优雅。田鼠也在这些评论中慢慢站起了身，真相似乎浮现，如果你不反驳，我就默认你是小偷了。他一步步向三七分走去，三七分顿时就向门口逃，这突然的一逃，速度竟是极快，他伸手就抓住了门把手，然而一只手已经在背后抓住了他的脖子。田鼠微笑，三七分看着健硕的身体被他轻轻用力就拉了回来，随后他脸缓缓就探进了三七分的脖颈。三七分吓得头发都立了起来，等会儿。田鼠抬头，像是嗅到了什么美味，意犹未尽吸了吸鼻子。陆枫先生还有最后的遗言吗？三七分手指疯狂指向短发妹和文静女。如果是我挖的你家，那当时他们从那里路过，肯定会看到我，你怎么不问问他们到底是不是我？田鼠讶然，松开手，认真为三七分整理了下衣领。倒是我心急了，差点毁了陆枫先生的人生。他转头问道：两位小姐，请问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呢？两女惊疑不定，最后道：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人。田鼠点头，看着两人若有所思。我睡醒了。咦，你还没死？刚刚从阎王爷手中逃生的三七分顿时崩溃，指着我，情绪激动到难以附加。我赶紧道：恭喜你死里逃生，达成死里逃生成就。现在你可以对本法官说一个诉求。这游戏还有成就？三七分气顿时消了，赶紧道：我需要场外援助，我要看到陆枫的记忆。啊，你不想退出游戏吗？三七分脸一抽，石化在了原地。小白很好奇地戳了戳他的脸，见他还能动，随后伸手一招，三七分颓然坐倒。我耸耸肩，看向了田鼠。田鼠好奇地看着两个女生，你们到我家地里，再从那离开的时间，以人类的速度不会超过3分钟，而我从朱家小妹家回家，大概在5分钟后。你说没有看到任何人，而我的家也是完好的，所以说我的家是在你们离开后的2分钟内被挖开的。短发妹迟疑，但还是坚定点了下头。从我获取的记忆来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田鼠若有所思，转头看向了稳重男。我不认为你的儿子有体力能在2分钟内把我家挖开，并带走我所有的花生，所以他必定是有帮手的。那个帮手是你，还是说你在说谎？田鼠突然看向了短发妹，短发妹吓得一颤，只听当的一声，一柄尖刀从她袖子里掉了出来，砸在了地上。现场安静了。我小碎步跑过去，拿起刀，卧槽，管制刀具！你想封我直播间啊？手一甩，那把可以算场上唯一利器的小刀就精准消失在了垃圾桶里。田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徐曼小姐，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藏着一把刀吗？短发妹故作镇定，那把刀是我平时用来防身的。不，田鼠平静看着短发妹，你对我有杀意。徐曼瞳孔一颤，弹幕震惊了。卧槽，牛逼！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出问题的人。评审现场，他竟然想直接干掉原告。粉了，我短发姐牛的，就是他挖了田鼠的家吧？可那把刀我看着不像假的，不会这一切不是剧本，是真的吧？别斗！我敲响了桃木棍，持管制刀具进入法庭，公然破坏法庭秩序。徐曼现在起被限制，不得离开座位。旺财嗷嗷叫着，撒欢过来，一头就顶在了短发妹屁股上，随后几下就将短发妹逼回了座位。他昂首挺胸站在了他旁边盯着。田鼠笑容早已消失，死死盯着短发妹。你带刀入场，又想杀我，看来你才是偷走我花生的小偷。说出来吧，我的花生去哪儿了？短发妹意识到无法狡辩后，此时反而镇静了些。你凭什么认为是我偷走了你的花生？没有证据，我什么都不会承认的。田鼠没再说话，一步步向短发妹走去。短发妹这下明显紧张了，这里是法庭，你难道要在茅山掌门人的面前杀害我吗？这违反了规则1，你不怕他对你动手吗？田鼠默然，不为所动。跪地主人有自己的规矩，我登门叨扰，理应客随主便，但我并不为游戏而来。他一步一步向短发妹走去，气势渐渐凶蛮。我挥手，旺财嗷嗷叫着就拦在了田鼠面前。原告，听他把话说完，不然你不怕找错人吗？田鼠反问，事到如今，有什么可讲的？那也得说。我手一甩，一柄桃木剑就立在了他的脚下。田鼠笑了，行。然后退了一步。说吧，为什么要杀我？短发妹轻呼了几口气，盯着我道，是不是也该我们问问他了？你问他，在发现花生被偷后，他在陆家村做了什么？他说的斩钉截铁，仿佛有莫大的隐情。小静也哭出声，很明显，在第一次场外援助时，他就已经知道了真相。我看向田鼠，田鼠皱眉沉思，随后一抹微笑缓缓出现在他的脸上。那可是一段相当愉快的经历。10天前，陆家村发生人命大案，3人被残忍杀害，剥皮抽骨，行凶者不明，犯案动机不明，破案一时陷入困境。而直到此刻，所有真相才浮出水面。田鼠伸开双手，
消除了他们的罪恶。弹幕顷刻间炸裂，卧槽，他是陆家村案的凶手，妈的，那个变态杀人魔！主播快跑，这人就是来杀你的，跑什么跑？我看向刘姐早知道他是凶手了，你忘了他抓的连环杀人犯吗？我向刘姐压根不带怕的。废话，他上次把整个警局都搬过去了，当然不怕了。所以这又不是小说，你们报警啊！直播间兵荒马乱，我挠了挠头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案子有点大了呀，耗子找花生我还能申一下，要不我们出去打一架吧？田鼠还在笑，此刻却已经多了几分血腥。你的法官游戏很不错，等我找到我的花生，我会欣然收下你甘甜的脑浆。懂了，僵尸博士，我也笑了，那就让我愉快的拖延时间吧，你可千万别跑。田鼠嘴角咧起，正巧3-7分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我向前一推，肉盾，是不是陆丰挖的花生？快跟人家交代。3-7分抬头，人已经站在了田鼠面前，他下意识就道：不是我干的。我猜是他。他转头伸手就迈了稳重男。哦，说说你在陆丰的记忆里面看到了什么？田鼠来了兴趣。然而不等3-7分说话，稳重男扶了下眼镜站了起来。不用问了，我不是小偷，你也不是，小静也不是。田鼠嗤笑，到现在为止，只有你没有看过陆家人的记忆，你凭什么就能断定他们3人不是小偷？稳重男缓缓道，因为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我们3人所扮演的陆家人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没有啊，陆丰明明还活着。3-7分惊讶。稳重男道，我听说人刚死不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，他的记忆会停留在被杀害的前一刻，所以你和小静场外求援，只知道了原主生前的记忆，并没有发现原主已经死了。只有灵玉因为徐曼还活着，知道了之后陆二才一家惨死的事情，我说的对吗？稳重男看向田鼠，田鼠赞叹道，确实如此。稳重男点头，继续道，所以陆二才一家便是陆家村杀人案的3名遇害者，你杀了他们，那在他们死前，你也肯定询问过花生的去向，以你的残忍，他们不会不承认。而小偷是谁，到现在都没有答案，不就证明他们3人并不是偷走你花生的小偷吗？换句话说，我们3人是无辜的，你应该继续问他。稳重男3言2语洗清了自己所有嫌疑，看向了短发妹。短发妹不敢置信，张大了嘴巴，不是，他是凶手啊，他是杀人犯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他还想站起来，然而旺财时刻盯着他，一头又给他撞了回去。撞完一脸邀功的看着我。田鼠鼓起了掌，这位先生说的不错，我的花生我确实应该怀疑是他拿的。短发妹怒了，情绪在此刻爆发，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凭什么把犯罪嫌疑人框定在我们4个人之中？不是他们就是我，你这是在做有罪推定。就算是真的在法庭上，你这种推定也不能给我定罪。田鼠，我相信谁是凶手，去寻找谁的线索，这无可厚非。短发妹，那你怎么不去怀疑他？短发妹伸手一指，竟然指向了我。所有人都惊了，我一句卧槽直接蹦了出来。而短发妹此刻已经明显什么都不顾了，都喜欢做有罪推定是吧？那我来推一推他。你说你在全网找花生，可你第一个找的为什么不是徐曼，也不是其他陆家村的人，而是他，一个离你很远的道士。你说你的花生无比珍贵，是你一家人的口粮，可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也没在你的叙述中听到花生丢了后，你家人做了什么。相反，你一提起你的家人，你的笑容就更加变态，家人这2个字明显触动到你的神经，他们死了是不是？谁杀了他们？我不信你一个妖怪，你的家人会是什么善茬？所以能在他们手里抢走花生并杀死他们的，方圆百里没多少人，你怀疑就是他干的，所以才会专门来到这里。而他，短发妹指着我，情绪很是激动，一个道士遇见妖怪不抓，还跟他嘻嘻哈哈玩什么法官游戏，这不是心虚是什么？花生就是你偷的。我懵了，指着自己，我偷的。直播间弹幕狂飙，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审着审着，法官要下场解释自己不是小偷了。这个节目好猛，嫌疑犯指着法官鼻子说：“案子是你干的。”笑死我了！看着不像剧本，反正不像人写出来的剧本。天啊，好有趣！香柳反击，我们看好你。我急道：“大伙儿，我是法官啊，是我组的这个局，你们喝的水都是我家的，不要 Q 我呀！”然而这次所有人竟是出奇的一致。稳重男摇头，林玉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而且规则第4条说小偷必须死，并没有说犯规者死，所以你还是解释一下吧，不然我们不会承认你的法官身份。我懵了，脑子疯狂转，想到关键又问田鼠，田鼠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之前的一切都是猜测，田鼠到底为什么来找我，谁也不知道。如果他说是别的原因，那我的嫌疑就算是洗脱了。田鼠，他说的是对的。我破防了，手扒鸡就伏在了额头上。我组个局，找了4个人和你玩了半天，你说你奔我来的？你这不纯浪费我家水电吗？田鼠笑道，所以你不想辩解了吗？我还挺喜欢这个游戏的。我有些崩溃，解释？咋解释？我剧本杀还没我狼人杀玩的好，所有人都怀疑了个遍了，我还怀疑谁去？哎，说着说着，我突然发现个问题，
我睁大眼睛，所有人都被怀疑了个遍，就一个人没被怀疑。那按照电视剧套路，那个人不妥妥就是凶手吗？所有人皱眉思索，我信心满满，抬手就指了过去，交代吧，田鼠，就是你偷了田鼠的花生。直播间笑怀孕了。我现在相信没有剧本了，因为啊，这剧本妥妥就不是人能写出来的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哈哈哈！继法官被指证为凶手后，法官反手把原告指证了。能不能再荒谬一点？笑死我了！稳重男咳嗽一声，打断了我的推论。鉴于你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你是无辜的，你现在已经不适合再担任法官的身份了。我建议民主投票，推选出新的法官。众人立刻点头，连直播间都在狂刷一。随后，我的法官身份被撸了下来。而对于新的法官，田鼠推荐稳重男，这位先生有不凡的智慧，若不就让这位先生成为新的法官。所有人同意，稳重男担任了新的法官。我落地为球，直接上了被告席，生无可恋，坐到了稳重男的位子上。那么，现在我们继续审理田鼠先生的案子。田鼠欣然点头，对他推举上去的法官很满意，转头目光就放在了我的身上。李相柳，我今天最大的目标还是你，现在交代吧，我的花生是不是你偷的？还有我的家人，是不是你杀的？我挠了挠头，这场庭审总体来说我的嫌疑很大，但细节来说其实还是有疑问的。我问道，就比如说你为什么还不跑呢？田鼠，什么意思？桃木法锤重重落下。稳重男喝道，田鼠，你是否对你杀害陆二才一家一案供认不讳？砰！田鼠的椅子把手被捏碎，他笑容渐渐收敛，空气在此刻阴沉。稳重男面色不变，盯着田鼠重申道，本庭问你是否对你杀害陆二才一家一案供认不讳？田鼠站起，声音冷了下来，我是来找我的花生的。很好。稳重男拿起桃木再次一敲。从10年开始，陆家村总计失踪13名女性，这些女性统一特点，年轻貌美。本庭问你，这些人的失踪和你有没有关系？直播间哗然，田鼠彻底阴下了脸。他身后隐隐出现一只尖吻利齿的巨鼠，冲着稳重男嘶吼。这巨鼠身披破旧袈裟，脖间挂着一串红皮佛珠，张头鼠目，佛像阴森。这竟是一只癞好鼠。我心中一定，知道自己猜对了。癞好鼠，岛国一种大妖，《平家物语》中记载，癞豪原为佛门高僧，受当时的白河天皇礼拜，后来他遭白河欺骗，坠入地狱，化为怨恨之鬼，身体也化为万千巨鼠，肆虐一时。这种妖物平时藏身地下，且在记载中有身化万千的本领，逃遁天赋极高，很难抓捕。可因为受欺骗而死，癞好鼠性格极其偏执，欺骗他会被他盯上，不死不休。此刻，他2只眼睛死死盯在稳重男身上，我知道这事情成了。我打了个响指，吸引来他的目光。田鼠先生，记得我说给你准备了日光 SPA 吗？我再次一个响指，四面墙上道道横幅落下，横幅上灵符神光大盛，屋内一瞬间璀璨如赤。直播间惊声连连，然而最高亢的还是田鼠的一声惨叫。是不是感觉头晕？没事，头晕是正常的。来，吃点耗子药。他桌上的水浮起，小白开心道，刚来就给你融水里了，看你喝得开心，我给你续了杯哦。癞好鼠腿一软，扶住桌子，终于是怕了。你们到底是谁？稳重男单手取下面上的伪装，挑飞的剑眉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我，临海市刑警大队大队长龚燕。时间回到10天前，陆家村杀人案发生的那天，3人惨死，生前有被虐杀的痕迹，案件扑朔迷离，现场不像人为，经法医鉴定，死者身上有某种啮齿动物的牙印，很像是老鼠。刑警队大队长龚燕联系到了我，布局也在那时候开始。田鼠暴怒，你们是故意骗我来这的。龚燕褪下脸上的伪装，露出了本来面目。然后是房东顾叶扮演的挨骂3-7分，还有我师傅扮演的背锅短发妹。我师傅骂骂咧咧扔下伪装，怎么一有事全给我甩锅？不是说好一人演一段吗？顾叶顺手一指就把我卖了。我不服道，你不也甩我锅吗？我是法官你都甩。然后是小静，她身份最为特殊，便是陆静。事情发生时她并不在家，是好友徐曼去找她，替她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计划审判田鼠时，她恳求能加入进来，我师傅手中那把刀也是他带入了我家。癞好鼠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铁鼠，对铁器金银相当敏感。我师傅发现刀后，巧妙把刀暴露了出来，没有引起田鼠警觉。至此，癞好鼠落网。龚燕诉声，原告说出你的诉求。陆静泪水滚落，只求杀人偿命。癞好鼠恼了，身躯猛然膨胀，一只身披袈裟的巨鼠撑破衣服，现出了原形。卧槽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是妖怪啊！我的三观崩塌了，妈妈，黑熊精又来偷袈裟了。默念3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，召唤破四旧之神。直播间网络道法大行其道，龚燕重重敲下桃木棍，本庭判决田鼠死刑。不！癞好鼠拼命向窗户冲去，我手一掷，5色杏黄旗封住了他的去路。随后雷霆接踵而来，劈得癞好鼠全身皮开肉绽。
惊鸿法兽谢至从宫宴头顶一跃而出，威仪双眸锁定赖好鼠，猛扑而下。明亮光芒中，赖好鼠惨叫，顷刻间被打落在地。他还在惨叫，告诉我，我的花生是谁偷的？告诉我，我的花生在哪儿？我捡起他身旁掉落的一颗花生，这是他刚进我家时捡起的那颗，色泽饱满，触摸犹如少女之肤，有着蛊惑人心的香味。我平静道：偷你花生的人送来了这颗花生，他想让你来找我。赖好鼠眼中掠过一丝茫然。我将花生抛给他，用雷火将一切淹没。一切结束，宫燕问我，你直播的视频这次在网上传播很广，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我手里把玩着一块玉佩，随口道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？穿越，哎呀，小日子都打上门来了，干嘛藏着掖着？干脆把名号打出去，看有没有憨货上门来找我，正好我师傅在家。宫燕点头，正巧顾叶从远处走来。香柳，你师傅说他去国外吃个席，让你这几天消停点。咦，